独死的定义，它恐怕不再只是一个人住叫做孤独死，它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断裂。那个尸臭的味道是，即便我戴了那个类似像是 N95 的口罩，那个尸臭的味道是直窜我的鼻腔。我跟我的摄影，我们去拍摄以后回到家洗完澡，衣服全部都换了，在那2天我有跟他讨论，我们都还闻得到那个味道。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陆夏佳璐。在明年2025年呢，台湾每5个人呢就会有1位是65岁以上的长者，所以老年人口会超过 20%。按照这样的定义，就已经是成为超高龄社会很多人不婚不生独居的人口其实也越来越多，关于孤独死的讨论度也越来越高。可能一般大家以为只会有这个独居老人可能会需要担心这样的问题，是真的吗？其实在台湾社会有很多无奈是我们看不到，甚至蒙上眼睛不想去看的。可是现实就是这个状况越来越严峻，不去面对，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拿出解方呢？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题目的就是我们这个专题组的资深记者王一杰。一杰你好。 Hello， 大家好。一杰是上一次来聊缺工问题，那个时候大家讨论也很高，可是实际上你这个孤独死求生路比缺工还要更早就做了嘛，对不对？对。我在网上看20几万的点阅，然后下面讨论度蛮多的。其实那个讨论也反映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我们刚刚有聊绝望的态度。我们现在讲讲好，你怎么那时候会想要做这个题目啊？那个时候是我的长官，然后他是有问我说，可不可以我们来做一个，因为就是2025年就超高龄社会了嘛，对，那现在独居老人也很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关于独居啊老人的议题，或者是长照的议题。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那要从这个方面发展的话，我们会常常看到有很多新闻上面现在越来越常看到，就比如说孤独死，或者是说过世几天以后才被发现，或者是我还看到有那种媒体的下标是比如说过世多久被发现，然后仅破门而入，白骨在床上，就是看到这样子的标题其实是非常触目惊心的。对，那这样子的案件可能也会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孤独死这件事情可能是大家要非常正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从孤独死来破题吧。你在整个搜集资料还有采访过程，整个规划过程，心情上是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很沉重的状态。对，这个很难，因为你会听到很多人的故事。那比如说像是我真的这个印象真的非常深刻，因为在我的主新闻里面，我们有跟着那个遗屋整理团队，然后他就直接进去就是孤独死的现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它是一个公司吗？还是一个它其实是因为社福组织，有点是办公益，也不能讲说公益，应该是说因应现在这个高龄少子化的社会，然后还有孤独死案件越来越多，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团队会越来越多。他有这样的需要有这么一群人帮大家来处理。如果又是独居的状况，然后已经离开了，总是应该要有一个人来去出面帮他处理后面的事情，这样子。对，而且因为他可能也许他是会有囤积症，他可能东西特别的多。我看到你那个画面我也吓一大跳。对，那已经是我们处理过的画面了。就是我们已经是尽量放在电视新闻允许的范围下面放的画面。那当然你在现场看的一定是比播出的更让你 shock 的。对，那你原来在规划要做这个题目之前所预想的各种状况，跟你实际在执行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很大的落差？我觉得因为做记者很久了，其实你预想的状况一定多少都会预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跟就是这种很专业的遗屋整理团队在接触的时候，那我们也会去询问他们，比如说如果说我们跟着你们进去的话，那可能会有怎么样的场景啊，或是一些，那我们当然是以在不影响人家的工作状况下进去拍摄。那当然这个也要家属同意，有些还是有家属，是不是？有，他们是独居状况，他可能是独居状况，但他可能也是有家属的，所以这个一定都是在取得同意下，他才可能带我们进去，我们不可能随便进去。对。那在处理这个题目的话会非常沉重，就是因为死亡是没有办法预期的，对，无法预期，所以我们只能等待。那其实那个心里面我也会觉得很煎熬，就是说
要呈现这样的议题，或许我真的必须要亲身走进去，我才可以真正的体会。但是你会碰触到那就是会有一条生命的陨落，那我就会觉得还蛮难过的。这应该算是你在采访生涯当中一次非常难忘的一个过程。我看到的画面当中，你是包得紧紧的，那个白色防护衣穿着，有点像我们疫情期间看到，然后那个是戴一个比较特别的口罩。那即便进去，我们当然透过影像我们是闻不到味道，但透过你的文字描述还有现场音，因为现场音就会有那种干涸的声音，你会知道那是一个让人觉得压力很大很不自在，或者是总而言之就是很难在那个环境可以好好待着的一个气氛就对了。我们跟着那个遗物整理团队，他们有接比如说一般民众的请托的案件，那一般有一些是他们是帮助有一些弱势的独居者，所以那个团队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跟着他们进去，他当然会给我们一些防护衣。那为什么要包得紧紧的呢？是因为我们的脚踩过的地方可能会有湿水。对，所以那当然就是说遗体的部分当然是之前都已经先处理过了，对，都是已经搬开了，那他们搬开以后他们才可以进去做整理，就是在家人的带领下他才可以进去做一些处理。那我们要穿成那个样子，然后要包着。那为什么要这样包着呢？是因为你进去之前有一些预期心理嘛，有先做一些心理预备这样子。坦白说我蛮怕的，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然后我会觉得如果我不走进去的话，我要怎么写这个专题？然后走进去当然是非常非常震撼，因为那是一个就是塞满了很多很多东西的屋子，那个尸臭的味道是，即便我戴了那个类似像是 N95 的口罩，那个尸臭的味道是直窜我的鼻腔，就是你还是可以很清楚的闻到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其实是专业的团队他已经处理过了，就是他可能在1-2天前他们就会先去做一些气味上面的处理，然后在几天以后再去做一些物品上面的整理。那我们在那个当下闻到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个味道他要穿那个防护衣是因为那个气味会附着在你的毛孔、鼻腔、衣物。哇，对，那个东西是会附着的，那个味道，所以我们要穿成那样。他们会说像我们头发也要包起来啊。对，那像我跟我的摄影，我们去拍摄以后回到家洗完澡，衣服全部都换了，在那2天我有跟他讨论，我们都还闻得到那个味道。所以那个是你觉得好像是走进了一个人的人生，然后那个气味，但那个气味呢，你真的是会非常非常的感慨。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形容那个味道。我没有办法形容。对，从这个场景来破题啊，就提到你刚才讲的感慨那2个字，你有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感慨或是不一样的体会？这一次我们的那个受访者，那个遗物整理团队，然后里面的遗物整理师，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人，然后他跟我说大家好像对那个孤独死这件事情，可能也许这个名词是来自于日本，或者是什么。他说大家好像对于都是好像是高龄者，对，长辈老人家，对。但他说在他们处理接触的非常多的案件当中，其实中年人也很多。对，我看到那段访问有点吓到。他说是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啊，就是老年人跟比如说中高龄，就是中年，它其实是一半一半。我印象中好像大概40到60岁这个区间。对，然后他还有跟我分享的地方就是说，他们也有曾经处理过的是跟家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然后他在房间里面过世，他的家人不知道，就直到气味传出来以后，请他们去做处理，才发现他在房间里面过世。所以就是孤独死的定义，遗物清洁团队是跟我讲说，他恐怕不再只是一个人住叫做孤独死，他就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断裂。对，这件事情让人觉得很伤感呢，因为不是我们想象的好像是独居而已，而是不是只是就是物理世界的这种一个人，还有心灵上关系上的一个人。他还有分享的是指说有家人是发现他的家人是不是怎么了，是因为今天没有外送来，因为他可能是一个都一直待在房间里面足不出户的人，那因为没有外送，他才觉得
怎么怪怪的几天都没有外送，才发现也是有这样子的个案。那这个东西听了你就会心酸酸的，因为它背后可能有很多的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那当然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很靠近去能够理解的，因为它就在家庭里面，对，它是一个家户里面的故事。对，那当然我们在处理这类议题的时候也要非常小心是隐私的问题，所以有一些画面我们也不可能会很直接拍，像比如说遗物清洁团队他在拍那个往生者倒下的地方，那你倒下的地方它因为是后来才被发现的，所以它可能有蛆有湿水都流出来了，那像那样子的画面我们就不可能，对，我们就不可能会去做，光是用想象的都觉得不大舒服，更何况画面上的呈现。对，所以那个是非常震惊的。对，当然我们不会看到蛆，是因为说遗体已经可能几天前就已经被就已经挪开了。对。那遗物整理团队后来再去清理的时候，是在做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可是像湿水啊、都还是会在血啊那些，就是会在，那可能你的物品就进到湿水了。那像这样子的东西，那可能就是要。家属可能就会需要请他们来做一些专业上面的处理，还有气味上面的处理。对，当然这是第一个画面带给大家的震撼感。不过你们后续还是再往下来延伸探讨，有没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搭一个什么样的网络可以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所以我看到你在里头也讲到了一些社区上的互助网络啊，或者有一些公益团体专门帮老人家或独居者来做送餐服务的这种。对，现在就是变成现在家户的结构的人数都很少嘛，对。那即便你不是独居，可是你们家里面的人可能也不多，那或许是说，那现在一个人的家户又更多，那所以在社区上面，就是你在那个社区上面的连结就变得很重要。那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有去拍的是有一个社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志工的小队，然后他们就是，而且他们组成很多都其实是有点年纪的他可能是中高龄的爷爷奶奶那一种的爷爷奶奶，志工本身就爷爷奶奶。对，那他们可能会透过一些，比如说上一些课。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地方，然后他可能是那个协会他有请医生去上课，那可能跟老人家讲一下，就是说长照怎么申请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这些爷爷奶奶阿公阿嬷他可能知道相关的知识，然后他可能去拜访邻里上面的老人家的时候，他可能也就可以传递这样的知识。因为有些人他是不会自己走出来到社区的，他是需要人家去帮助他的。对。那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长照政策是希望说你走出来，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走到社区，然后参加比如说社区办的活动，比如说长照据点，对，或是一些日间照护这样子。对。可是那个是你还愿意走出来，那如果有一些是他还不愿意走出来，或者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走出来的呢？所以它是一个主动出击的概念，就是你多关心你的邻居，它其实是一个互助啦。就你可能是独居，我也是独居，那我怎么可以帮助你？然后他把一些活动，然后像我们有拍，就把一些活动带到独居的长辈家去跟他玩，对，然后去跟他互动，建立关系。我觉得那个建立关系很重要，是说他一个人住，那当他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打给谁，他不会这么的无助。也许他真的没有家人，或他的家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这其实是社区自己自发性的力量嘛，并不是说一个里长去组织，或是政府哪个单位去鼓励大家把大家组织起来，没有吗？我们那个时候去拍的是那个老人福利联盟，然后他们就是有在全台湾几个里，然后有在试办这样子的计划。那我是觉得这个计划其实是未来这个社区可能很多社区都可以去做的。对，就是你要让社区就搭一个这个彼此支持的网络起来了，就在这个社区里面。那你会知道说你的邻居是谁？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对，像我这次去拍，就是我有访问到一位志工奶奶，那她其实也是丈夫过世，后来她自己独居。那她也就是她也是志工队的一员，她就有去拜访另外一个独居奶奶，因为那个独居奶奶她的
儿子过世了。哦，是儿子过世。对，那他可能也走不出这个伤痛，然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面。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他好像是说他拜访了他13还是14次，然后呢他都没有让他们进到家里面，他心防很重，因为可能他也不想让陌生人进到他家里面，即便他已经看了他很多次。是，然后到后来他们就是隔着你知道那个铁门就在聊天，那一个老奶奶她可能就坐在那个楼梯间，然后隔着铁门跟那个门里面的老奶奶聊天，然后听她讲她的人生故事。然后到后来他说最后一次，那他们也会留下他的电话，就是说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打给我。然后他最后一次接到他的电话是老奶奶在家里面身体不舒服，他很不舒服，然后后来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们就赶快跟里长联络，然后里长再赶快找比如说像是警察还是消防队，然后反正就是后来是应该是破门或是怎么样，然后继续把人救出来。对，然后把他赶快送医。真的还好有建立像这样子的关系，虽然建立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层关系的时候，他在家里一个人倒下，他完全不知道他可以打电话给谁。我会觉得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关心的话，那这个状况会非常的惨烈。对，就是你不可能不做，但你一定要做。而且你形容的那个画面让我想象，虽然他们是物理性的还是隔着一个纱门，隔着一个铁门，可是他们其实在心里头已经开始产生那个连结了。对，已经开始没有那么的孤独了。隔着门，但他的心房已经放下了。对，他的心门已经放下了。这很对照你在先前讲到的那个另外的那种状况，虽然一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实际上没有真实的互动，以至于家里头人在房间里头走了，在房门外的其他家人根本都完全不知道。所以太多的人生故事是你很难3言2语可以说得清。那这种孤独的状况未来也会不断的发生，因为少子化嘛，大家都生得少嘛，那你的孩子可能未来也不见得跟你住在一起。对，所以独居这件事情可能也许是未来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或者是说老伴过世了，孩子不在身边，那他也是独居啊。对，那跟没有生小孩的人，他也是独居啊。所以这个独居的状况会反映在很多的模式上面，所以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我们不要有一种就是好像那个就是别人家的事，可有的时候自己还可以的时候就会刻意不去想，就会刻意的觉得说好像距离我很遥远。等到真实你认真起来想的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有些人其实是知道的，但蒙上眼睛我就以为看不见。你真实认真去想起来，其实每个心里头都还是有那种隐隐的说不出来的那种害怕存在。对，你刚刚在讲到家户人口啊，少子化，其实你在专题里头有特别提到长照这个议题，我觉得那个也是现在一个只要有家人曾经住院待个不要讲久，1个礼拜左右住在医院里头，你就知道全家总动员那有时候调度起来是有多困难。那你更何况长照有时候就是几年甚至10年以上的时间，实在太大的压力了。我记得你在这次专题会特别点到长照这个点。对，因为我在专题里面除了就是其实说在老化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其实你也不要老化，你就是光生病住院这件事情，因为长照已经是很后面阶段的，就是说你可能只是身体不舒服，然后你要去开个刀要住院，可是现在的状况是变成是说你可能即便有那个经济能力想要去请看护，你都请不到，1天3000块啊！我不久前才听我朋友讲，他们在医院要帮爸爸请一个看护，至少1天3000。对，现在就是2800到3000，现在你已经没有办法，而且看护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我请过，所以就是你想要请半天也不可以。一定要1天是不是？不是半天也没有人要接啊，就是半天，因为你连整天的都找不到了，你要找半天，比如说可能今天一个子女他是下班以后他可以去接手，对，然后你半天请看护，半天根本请不到。2-3年前的时候，我妈妈有因为开刀住院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排队要排队登记要找看护，也就是在医院的护理站这样排。对，然后我自己那因为我想说双管齐下，那就是变成是说医院的护理站我也排，那我自己也去打那个比如说外面的那种，比如说问问看有没有那种可以照顾的看护，我也是哇塞这个人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少，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他现在马上有人可以
照顾，所以那个人力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他通常都跟你讲什么？你先排，有没有人我再告诉你。对，那我再打给你。然后我就等到你下次接到电话，我已经出院了，这样。那你就会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对，因为你要做的是照顾跟工作上的安排啊。没错。那当然，我那一次很幸运的是，我后来有排到看护。对，非常非常幸运。对，那但是你经历过以后，你就会知道说，那种蜡烛两头烧，在工作还有照顾家人之间，你光是在那个生病住院那段期间，你都非常非常难度过了。对，那就是好，那即便是手足很充裕的家庭，那也不是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可以请假对来排班。对，所以那我们这次里面就有介绍，就是那个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它就是现在卫福部在推的一个示范计划。那它其实就是在因应，就是说因为现在少子化，各行各业都缺工。对，又是缺工在每一个缺工就我们上次在聊的，对，它体现在每一个领域里面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医护现在缺工也是超严重。对，医护缺工，看护缺工。那因为缺工，然后又加上这个请看护的经济负担是非常大的。你想看，如果一天3000块，你一个月你只要10天就是3万块。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支出。然后所以这个住院整合照护计划就是比如说它是有一点点类似，我专题里面有介绍，有点类似像共享经济的概念。就比如说这个医院培训这样子的看护，那他是医院的员工，那你去申请登记，那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看护1对1比5，照顾5床的病人，因为有一些病患或许他不用人时时刻刻在旁边嘛，他可能定时来看一下，帮他拍一拍，翻个身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对，或者是说他可能开刀，他可能在开刀复原期间暂时不方便下床，那你自己下床会有危险啊。那如果有个看护，他可以帮你扶你下床，在你恢复的这段期间，有些人也许是脊椎开刀，像我们有拍到的是老人家脊椎开刀，他可能在开完刀的那几天是他特别不方便的时候啊。那这样子1比5，然后这样去照顾，那既可以等于是说大家都出一些钱，然后去共聘看护的概念，但就不用一天3000块这么多钱。对，一天不用。那这个示范计划就变成是说，有一部分是政府出钱，那一部分是你自己出。政府出钱的意思是健保吗？对，就补助给医院。对，政府可能补助给医院，那一部分是你自己出钱。那所以就是变成是说，在人力很紧的状况下，你可以用一个看护，然后照顾比较多的病患。对，然后另外一个状况下也可以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对，那当然它还有一些实务上的困难，是比如说我也不知道看护现在的这个数量是够的嘛。因为要在医院做看护其实现在也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在医院做看护它是医院要去训练看护。对，它就是它有点是它跟国外，因为国外有所谓的护佐协助护理师，他其实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是协助护理师，因为护理师现在也是人力非常的没错短缺，那他们的工作很忙，他不可能帮你顾每一床的病患。对，那他们可以协助护理师，比如说护理师拿了药过来，那你可能就是帮忙看他们，对，像这一类的。或者是说帮护理师注意一下病患现在的状况，他们是一种专业上面的分工，一个是在生活的照护上面，一个就是护理的专业上面，他就可以护理师可以 focus 在他的护理专业上，所以在人力的培养上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呢。这样听起来就是医院要愿意，然后但总而言之，你看到在政府推出像这样子的示范计划，你觉得这个是可以思考的方向？我觉得它是可行的，是在一个人力这么缺，而且大家坦白讲，请看护的经济费用，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每个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的。对，那如果这个是我们已经可以预知的未来，就是台湾就是一个高龄化，明年就超高龄社会了。对，那如果是这样的状况下，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还要更快。你在做完了这整个专题之后，你回头再去整理一下，你觉得目前整个老年族群的照顾上，是不是还是多半没有办法依靠政府，还是必须要家户内靠个人关系自己去想办法？我觉得它应该是各方面都要
更积极各方面都要更积极。就比如说如果你是以家户内个人的话，你当然可能也要对自己的老后有一些预备跟安排。那当然金钱这件事情一定是难免的啦，因为衰老这件事情你会面对就是生病啊、住院啊、医药费啊，你这个一定是的。那政府方面的话，我是觉得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是 focus 在长照上面嘛，但是比如说像是你还没有要走到长照阶段，你看像生病住院这一块，你根本还不用走到长照，你可能只是一个我身体还 OK， 我只是去开个刀，他可能都没有办法度过那个阶段，那该怎么办？就是它会有很多进程，比如说你衰老，那你可能会进入亚健康。亚健康，对，亚健康就是你还不是到一个需要卧床或失能的状况，你没那么健康，但也没那么糟糕。对，就是这是他们真的是专有，对，这是真的叫亚健康。那它所以就是说，它会有很多阶段，那你在每个阶段上面，我觉得你都要想办法去投注这样相关的资源跟关心。那当然，长照一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公共议题，它真的是很需要政府的支撑啦。那整个看起来，你觉得现在政府做的，还需要更积极？你刚刚讲，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需要再更好一点，需要再更好一点。我自己个人也是属于觉得好像有点小小的绝望，但是我是觉得说当然也有不错的，比如说住院整合照护计划，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可以很 push 去推的，但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好像不是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对，但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块在加强力道上面，像我就会分享说，因为我做过这个专题，我知道这个政策，然后呢像我周围有朋友他们家的长辈也是住院，我就问他说你住哪个医院，那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就说那你去问护理站问问看。那他是有在那个住院整合照护示范计划里面的示范医院，然后他就去问了，然后他们后来也请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是让他们的手足可以压力比较轻一点，因为大家要想办法轮班上班，那真的请了一个这样子的看护，经济压力上面也没有这么大，然后又可以舒缓那个照顾的那个压力，实际上是可以帮助得到大家的一个政策啦。对，你自己刚刚讲也不小心脱口而出这样说，你自己做这个专题你也有点小小的绝望。我就是回到我刚刚最前面讲的你那个专题上面讨论串，大家看起来普遍就是很绝望，因为都在讨论安乐死，好像面对这个议题，大家已经拿不出其他的方法了，只能够诉求安乐死可不可以合法化这样子，而不是往前推说有没有一些预防的，不管个人做好也好，或是政府什么样的政策预防医学或什么之类的，大家不是往这方面讲，全部都在想安乐死这样。所以你整个做完之后你会对自己的老后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想象吗？我觉得你会对自己的老后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吗？我觉得钱是真的要准备多一点钱是真的要准备多一点。对，因为生病这件事情，你光请看护这件事情，而且现在可怕的是看护还请不到，所以我就很希望像这样子的政策就一定要，当然它如果能够普及化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政策，我觉得对台湾是好的，因为现在还是处在示范计划，那示范计划的为难之处就是在于就是说今年补助，明年不晓得有没有明年补助，对，明年补助，那后年会不会有呢？示范嘛，他示范就是去踹看医院可不可以真的执行，然后民众的反馈好不好。但我自己但是因为现在使用率不高，但是当然它可能也跟每个医院开这样子的床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因为在示范阶段并不是全院都实施嘛。对，那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办法把它扩大化，让这个政策，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不然很多民众你有这个示范计划，他也不知道怎么使用，所以那个使用率在示范这几年就是真的都不高，对，我就觉得很可惜。你刚刚讲，它只是我们在人生那么长的一个阶段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就在医院有人要照护的部分，对不对？你就过不去了。对，他可能，而且你要想办法，就是说，比如说子女如果要照顾父母，他可能也要维持住他的工作啊。对，他如果因为照顾丢了工作。所以你整个专题采访完之后，就会开始检视，不管是对象，就是未来自己家有长辈照顾，或是你自己，你就要先盘整你手上的资源
够不够多，或者你要先做什么样的预备，是不是需要保险，这是你第一个会想的事情，对不对？我会这样想，然后我会跟心里想说这个我们要继续发挥媒体的力量，一定要想办法让多一点人知道这个政策，要不然我会觉得我自己也会觉得你很怕这个政策就没有了。对，因为我觉得它是个好的东西，那它可能需要更大的力量去 push。那我觉得我们在长照这一块的资源，当然是希望可能要投入更多。但比如说像日本好了，像我们问家总这样的单位，他们是说，比如说他们在长照，因为台湾就是说你这个长照的基金的那个裁员，它其实也很重要，它就有点像我们的健保嘛，它会随着老化，它一定会越来越多。那比如说长照保险是个可行的吗？像比如说像是日本，那比如说你过了几岁以后，你可能也要就缴一个这样的钱，那我觉得这也都是台湾其实可以来思考的。你是用公共保险的制度去做，不是像我们现在私人买保单的方式做嘛，对不对？因为长照保险私人保单已经有时候可以买了长照保险是私人保单，我的是说是用国家的部分，那你当然自己的部分嘛，就是你自己安排嘛，自己看你想要投入多少资源嘛。那我们现在的长照的基金可能是来自于一些我其实有点不太确定，我有点忘了，好像是烟捐吗？还是等等？当然，它有各方，它有可能是一些税收、一些相关的财源来支应，但是那当然，这个财源的支应一定会越来的越吃力，因为我们就是一个超高龄国家。对对对，所以还是手上要有子弹啦，要有资源。那你会想到说，我现在为了我老后，我需要去更认真的去思考自己在社交圈的维持吗？人际关系的互动上的维持。对，我后来有想过说，哇，那真的你像我们现在你可能跟邻居都不是很熟。对，那比如说好，那你大家都住在比如说大楼里面，那你跟你对面的邻居熟吗？那你知道你楼下楼上是谁吗？那我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我前一阵子我忘记了，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就坐电梯，然后坐到我家那个楼层，然后我看到对面我们家的邻居，他的门是那个就是整个扭曲了，然后那个玻璃碎成一地，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发生什么事，我还没有进我家门，我就立刻按电梯走到楼下，我立刻去问管理员，我是说请问一下对面的贝贝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对面是一个独居的长辈，所以你知道对面是谁？对，他的小孩没有跟他住在一起，OK， 对，然后他的太太过世了，对，我们有知道，你大概认识一下，因为我们有是有会照面，会打招呼，会了解一下，对，我知道邻居，对，大家互相知道一些彼此的状态，然后我当然惊讶，我立刻就是说对面贝贝还好吗？然后他就是那管理员就是说是因为他的女儿就是远端，他用那个监视器看到他爸爸不舒服倒下了，他赶快就是可能是报警还是怎么样，然后消防队破门，就是真的就是破坏那个铁门那个不锈钢门，对，然后后来长辈没有事情，好险！对，就是他好像是血糖过低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倒下，然后女儿在远端看到很紧张，然后赶快做处理，所以就没有事情。我们其实就是要多一点点这样子关系，不要事不关己。对，所以这都是在做预备耶，不只是说你买个保险或什么这种预备，要存钱，我要存了多少钱我才能够退休，这种预备跟人际之间的互动也是在为以后的生活，你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老后生活在做预备。而且我觉得他很难是一个人可以准备好了，坦白讲，我觉得我们应该没有一个人可以准备好，它是一个社会网络，还有国家，对，国家要倾资源去做，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因为你今天帮别人，明天就是别人帮你，他就是如果你一直抱着事不关己的状况，反正那社会越来越冷漠，那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好的，听完这一集，大家赶快去认识邻居吧。去按邻居家的门，然后邻居被吓到。我跟大家说，我觉得如果社区里头有一些邻居，有一些私底下的互动，其实真的很方便。当然我这个年纪，我比较现在碰到就是还是照顾嘛，刚好我们家有个小孩啊，他的同班同学就跟我们同一个社区的邻居，因为我们工作很忙啊，所以我们家那个小孩就总是在邻居家吃饭，放了学之后总是邻居的妈妈照顾他，因为他就很喜欢去找他的同学，然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邻居妈妈也说
就是不会啊，同学一起玩，他觉得刚好他们有伴，小孩有伴也可以一起玩，所以你当然是题外话了。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远亲不如近邻，然后人际之间，尤其我们在都会区越来越感觉到那种人跟人之间的疏离感，好像我也很怕麻烦别人，那很怕麻烦别人，是不是会也怕人家麻烦我呢？就莫名其妙大家心里头就会那个距离越拉越远，就大家的小剧场都会很多，因为像我也是很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然后我就在想说，或许我们会不会就是要跨过心里面那一关，就是当你愿意麻烦别人，别人也愿意麻烦你的时候，你们形成了一个人际的网络。对，当然你不是一天到晚，当然不是那种无条件每次就去麻烦，对，你可以帮我带杯手摇饮，当然不是这对，但是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开始在建立关系。对，有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件事情因为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小朋友的例子，是我之前做专题的时候，我也有听过那个职场妈妈说过，她就是说，你要让女性可以再回到职场，生育完以后可以再回到职场，那后援很重要。对，那很多家里面他并没有长辈的后援，那他该怎么办？那就是在社区里面，对不对？那他就是说，比如说，那你就要认识很多有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家庭，就是邻居妈妈。他说，像我就有遇到我的受访者，他就是说，比如就是问他，然后他就是说，他比如说他的工作的下班时间比较不定时，那怎么办？他就会说，他就是让他的神队友，就是比如说是有小孩的邻居妈妈，对，就去帮他接他的小朋友，对，还一起接，然后他就会说，那真的是很感动，真是育儿天使，就这一种的。我们就在我准备要收掉这一集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为什么又继续扯下去。对于你刚刚讲那几集是缺工那一集，对，我们也可以把链接附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回头去听。好啦，非常精彩，孤独死求生路的这一个专题，50分钟，在网上看是50分钟，对不对？我们也会把链接附上，大家可以在 YouTube 回头去看。大家要准备卫生纸哦。真的，尤其你那个破题的那个画面，实在是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回头去看完之后，也还是要仔细想一想啦。有时候讲好像越讲越轻松，越讲越在开玩笑一样的说，但是这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就开始左邻右舍开始认识，我们虽然笑着，可是我们是含泪的啊。我们对开始建立连结，因为你说好保险啊、钱啊，这我可以自己预备的。可是跟别人建立关系，这个有的时候要营造出这样的气氛是需要花一点时间的哦。希望这集大家听了之后能够有一些启发。好，再次谢谢一杰，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跟5星评价。有任何想要回馈的想法，都欢迎留言给我们。也再次欢迎大家可以上 YT 去看这个孤独死求生路的专题。一样有想法的话呢，也可以在下方留言。我相信大家应该看了之后想法都很多。那我们就下周再见，拜拜，拜拜。